这是一部模仿《电锯惊魂》的小成本电影。6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被囚禁在一间密室里，为了揭开10年前一起命案的真相，绑匪在密室里留下各种线索。6人从一开始的相互配合到后来的相互猜疑，人人各怀鬼胎，最后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？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来看看这部由某韩国不知名导演在2018年执导的《死亡警告》和20年前初出茅庐的温子仁执导的《电锯惊魂》相比，有哪些值得点赞之处？这个女人叫小美，她在一间漆黑的密室里醒来，脚上还拴着一根铁链。就在她惊恐之时，忽然注意到旁边还躺着一个眼镜男，她试着伸出手触碰对方，可那人却忽然醒了过来。小美被吓了一跳，眼镜男同样大惊失色，可看到脚上的铁链后，他便慌忙地拉扯了起来。这时小美忽然又是一声尖叫，原来旁边还站着一个西装男，看着还挺帅的。两人一脸蒙圈，可西装男却忽然呕吐了起来。这时眼镜男又注意到不远处还躺着一个大婶，并且发现了被锁死的出口。再一回头，泡澡时的台阶上还坐着一个胡子男，只见他举起手指了指眼镜男的头顶，这才发现后面竟然有一个闪烁着红灯的摄像头，很明显囚禁他们的人正在监视着一切。这时昏迷的大婶也醒了过来，她跑向一旁被锁着的大门，不停拍打求救。眼镜男也试图对着摄像头喊话，说他一定是抓错了人，可这些明显都无济于事。忽然胡子男又发现西装男的后面有一块带血的塑料布，西装男上前将其扯下，墙上出现了一组看不懂的血字。就在众人一脸懵逼之时，原来墙上写的是拉丁文，意思是勿忘人终有一死。眼镜男说自己是小学老师，曾在读物中看到过这句拉丁文，可西装男明显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，认为眼镜男就是囚禁他们的人或者是帮凶，直接就给了他一拳。眼镜男非常的无语，说自己不也是被锁着的吗？与其怀疑自己，倒不如好好想想他们是怎么被抓到这里来的吧。可奇怪的就是，所有人都不记得来这里之前的事情，甚至连前一天的事情都没有丝毫的印象。胡子男表示有一种药可以让人忘记最近的事情，他们很有可能都被灌了那种药，可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他们连绑匪的目的都不知道。此时西装男又注意到了中间一个盖着塑料布的台子，因为他离得最近，便上前扯下了塑料布，台子上面竟然放了一把钥匙。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把钥匙能打开他们的脚链，可哪怕是最近的西装男也无法拿到钥匙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忽然眼镜男又发现小美的身后有一溜血渍，两人顺着血迹望去，发现旁边竟然还有一个房间。两人被吓了一跳，因为小美离得最近，众人就让她走过去查看一下。小美颤颤巍巍地来到窗户前，原来房间里竟然还有一个人，手上还沾满了鲜血，应该是受了伤。果然下一秒此人就晕了过去。眼下他们也顾不上那人是死是活，当务之急还是拿到钥匙要紧。胡子男提议众人脱下衣服，然后将衣服系成一根绳子，绕过台子试图将其拉过来。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招还挺管用。虽然衣服绑成的绳子不怎么结实，但那个台子确实移动了不少距离，可钥匙却在惯性的作用下险些掉下去。众人急忙叫停，好在此时西装男已经可以摸到台上的衬布，得到众人同意后，他猛地一拉，结果用力过猛，钥匙还是落在了台子上。就在众人一脸失望之时，却惊恐地发现衬布下面竟然是一个保险箱，而且门上还绑着一个定时炸弹。6个毫不相干的人被囚禁在了一间密室，中间还放着一个绑着定时炸弹的保险箱。只是到现在众人都不明白绑匪的目的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他为何大费周章地搞了一个定时炸弹。真想杀了他们又何必这么麻烦？大婶被吓得立马蹲下试图解开锁链，眼镜男更是气愤地直接用刚才的衣服打掉了头顶的摄像头，可却发现那只是一个电池玩具。这下众人更加懵逼了，只有西装男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出口是从里面反锁，摄像头也是假的，这就说明绑匪就在密室内，也就是6人中的一个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开始相互猜忌，只有小美认为眼下不是内讧的时候，如果绑匪就在他们当中，那定时炸弹岂不是要连他一起炸死？所以还是先拿到钥匙再说吧。可此时西装男却让他们随意吧，反正自己是没力气了。接着掀开衣服，露出了密密麻麻的针孔。小美认出那是注射胰岛素留下的，也就是说西装男患有糖尿病，再不及时补充糖分，很有可能会休克或者死亡。而此时刚才晕倒的胖子又醒了过来，还在不停地敲打玻璃门。小美惊慌失措，眼镜男试图用衣服够那把钥匙。就在定时炸弹快要到时的时候，胖子打碎了玻璃门，眼镜男手上的衣服也断掉。好在已经可以拿到钥匙，可他却没有将钥匙先给小美，而是急忙拿着打开自己的脚链，结果一不小心钥匙竟然断在了锁芯里。这时胖子也已经破门而出，他的腹部插着一把刀，面目狰狞的缓缓走向小美，不过精神好像有点不太正常。此时倒计时也就要结束，西装男闭上眼睛放弃了挣扎，可炸弹却没有爆炸，保险箱反而打开了，胖子也倒在小美身上再次晕倒。小美吓得急忙起身躲到一边。平静下来后，众人望向保险箱，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蛋糕。几人再度蒙圈，不明白绑匪准备个蛋糕是什么意思。小美却说管他啥意思，现在西装男最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于是便将蛋糕交给了他。可他吃了几口，却在蛋糕里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录音器。여보세요? 김윤희 씨? 그런데요? 이도윤이 내가 데리고 있어?
一旁的大婶惊恐地坐到了地上，里面说话的女人正是他，被绑架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。眼镜男还想继续听，西装男却不同意了。可他现在的状态根本不是眼镜男的对手，分分钟被抢去了录音器，接着继续播放起了录音内容。大婶听着里面儿子的声音，崩溃的大哭了起来。此时胡子男听出录音里绑匪的声音正是西装男，这应该就是他刚才停止播放的原因。西装男也没有否认，说录音里的绑匪确实是自己，但他当时并没有真的绑架男孩，他是在理发时看到了男孩被绑的新闻，他在那一带送外卖认出了男孩，于是就打电话给男孩的母亲进行勒索，也就是眼前的这个大婶。不过他拿到赎金后就去逍遥了。至于男孩是被谁绑架的，后来怎么样的，他是一点也不知情。大婶说后来他的儿子死了，是一个傻子在山上发现的，傻子还以为尸体是玩偶，陪着他玩了好几天，而后来警方抓住了他，为了尽快破案，就直接把罪名全都加在了傻子身上。傻子被判关在治疗监护所10年，如今差不多应该出来了。西装男听后立马意识到，晕倒的胖子该不会就是那个傻子，立马让眼镜男去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身份证什么的。他却因为害怕不敢查看，可下一秒就被傻子勒住了脖子。好在他摇晃匕首让傻子松了手。胡子男试着询问傻子是不是曾被关进过治疗监护所，谁知他竟然准确地说出了监护所的地址，甚至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正是当年被判定为凶手的傻子。可他也不知道是谁把他送到这里的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小美忽然在眼镜男的身后发现了几个字，他还以为是有什么虫子，就掀起上衣给他们看，结果发现写的竟然是我杀了大婶的儿子。西装男看到后立马谎称刚才他背后有个蟑螂而已，接着他开始询问大婶他儿子的情况，得知他儿子生前在某小学上学后，他立马转向眼镜男询问他是否曾在那所小学任教，他急忙矢口否认，可小美却认为他是在撒谎。眼镜男气急败坏地说，你又不认识我，凭什么这样说？可小美却说自己的真名叫美华。听到这个名字后，眼镜男好像记起了什么。这个变态老师对6年级的女学生伸出了咸猪手。多年以后，包含2人在内的6个人被关在一间密室。小美曾看到眼镜男将一个小男孩抱到车上，没多久后小男孩就死了，而所有被囚禁在这里的人应该都和小男孩的死有关。当眼镜男得知背后写着他是凶手的时候，立马说出了真相。当时他正在教室里猥亵小美，却不料被大婶的儿子发现。眼镜男担心事情泄露，匆忙追了上去，可小男孩却在楼道里摔晕了。他准备把男孩送去医院的时候被小美看到，可半道上小男孩就醒了过来。男孩说自己没事，不想去医院。眼镜男就骗他，只要不把刚才看到的事情说出去，就可以不用送他去医院，也不用叫家长了。男孩爽快地答应，然后他就把男孩给送回了家。当时正是大婶开的门，大婶没有反驳。不过儿子回家后，他让儿子自己在家吃饭，自己则去给加班的老公送饭去了。回来时儿子就不见了，他被迫找到电视台的朋友帮忙，又被西装男借机勒索了一把。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儿子还是没了。那到底凶手是谁呢？西装男感觉发现尸体的傻子可能看到了凶手，便试着询问当时的情况，可傻子却说当时在一个红色背包里发现了他的朋友，只不过他不知道那是尸体，还拿着尸体手上的玩具玩了起来。小美试着询问他有没有见过背包的主人，在不在这间房子里。傻子环顾一周，看到胡子男后瞬间发起疯来，嘴上还不停地说着男孩就是自己杀的。众人立马明白他当时是被屈打成招的，而打他的警察一定就是胡子男。胡子男见状也不装了，说他们这些人如果有一个能尽到本分，男孩就不会死。众人都对他嗤之以鼻，当初对傻子屈打成招，如今10年过去了才想起抓住真凶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胡子男也没有理会他们，转身走向一旁，拿出了一把钥匙，说给凶手10分钟的时间自首，否则就把钥匙扔进下水道里。小美见状急忙再次询问傻子有没有看到背包的主人，傻子结结巴巴地说是个很漂亮的女人。这下众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小美，尤其是眼镜男，他询问大婶儿子还有没有兄弟姐妹，大婶这才说出儿子还有个亲生姐姐，但是2兄妹都是她丈夫和前妻所生。众人一脸震惊，甚至开始怀疑她了。大婶急忙解释，就是因为怕他们怀疑才一直没有说。眼镜男没有计较这些，而是说周五下午1年级的孩子为什么会去6年级的楼层，肯定是去找哥哥或者姐姐。可美华并不是他的姐姐，所以小美根本不是美华，而是他的亲姐姐。小美自然不能承认。眼镜男说美华的左手上有颗痣，你怎么没有？小美急忙说早就点掉了。这下眼镜男断定小美不是美华，因为她的那颗痣根本不在手上，而是在右耳后面。귀에 점이 있었어? 신년。至此，小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她正是死去男孩的亲姐姐。接着，她拿出一把钥匙并打开了铰链。原来，她早就联合刑警胡子男调查出傻子不是真凶，2人联合演了这出戏，为的就是找出真凶为弟弟报仇。当年他的父母离婚后，弟弟判给了父亲。巧合的是，他和10年前的美华是好朋友，经常通过他和弟弟传递书信，这才有了弟弟看到眼镜男猥亵美华的一幕。如今，眼镜男的恶行终于被曝光，可他只是间接导致弟弟受伤，并没有杀害弟弟，而西装男只是个投机倒把的诈骗犯。所有人都排除了嫌疑，只剩下这个看似和善的继母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突然卸下了伪善的面具，邪恶地笑了起来，还说自己从来没把弟弟当成儿子看待。那天他回家晚了点，他就直接把饭菜扔到地上给他吃。听到弟弟叫他阿姨时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扬言今天弟弟挨打时可以叫得大声一点，结果就意外的把弟弟给打死了。最后他将弟弟抛尸荒野，伪装成失踪，甚至还假意找电视台求助，结果竟意外遭到西装男假装绑匪勒索。最后警察找不到凶手，竟把发现尸体的傻子定为了凶手。一系列的巧合就仿佛上天都在帮他脱罪，并且直到此时他都丝毫没有悔改之意，还扬言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帮凶。小美气愤至极，冲上去死死掐住大婶的脖子，好在他最后还是恢复了理智，谁知大婶却从背后勒住了他。众人都被这个疯女人吓傻。西装男示意胡子男将钥匙扔过去，果然看到钥匙的大婶松了手，可却发现钥匙打不开铰链，而是密室大门的钥匙。他果断又把门给锁上了。胡子男见状告诉傻子说能出去的钥匙在大婶手上，指使傻子抢回了钥匙。可他拿到钥匙后，却一把拔出了傻子腹部的匕首。众人大惊，结果下一秒他就掐住了小美的脖子。原来他一直都是假装与小美合作，他可不想因为当年的错案而葬送升职的机会。就在小美要快被掐死的时候，一个人打开了铰链，接着胡子男就被打晕在地。原来小美还留了个后手，西装男也是他的同伙。至此真相终于大白，两人的任务已经结束。西装男先扶着傻子离开了，剩下的就交给小美。临走时，眼镜男祈求西装男放了自己，西装男也没有吝啬，把钥匙放在刚巧拿不到的地方。眼镜男也是个狠人，硬生生扯断脚踝拿到钥匙，可却发现锁心里还有刚才弄断的钥匙，最终还是自私害了自己的命。小美也没有什么要说的，她要把几人困在这里。走到门口时，大婶终于求饶了，可小美又怎会轻易放过她？大婶见状立马又开始破口大骂，说自己出去了一定要她好看。小美却指向了隐藏在角落里的摄像头，说出去后一定会曝光她的恶行，揭下她伪善的面具。大婶崩溃了，她不知道杀害儿子的事情被曝光后该怎么活，仿佛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甚至当眼镜男将钥匙扔给她，让她出去后找人来救自己时，她都没有任何反应。至此全片结束。所以这部模仿电锯的小成本制作，你能给她几分呢？